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马上就要到8月份了，在欧洲，8月份很多人都会请假出去玩。那我在今年的8月份也有一个短的假期。那我计划做什么呢？我计划去 Slovenia 徒步。Slovenia 在中文是斯洛文尼亚，和它本身的发音比较接近。我非常期待这一次的徒步，因为在我来欧洲之前，我经常在中国或者亚洲的其他国家徒步。当我说徒步的时候，其实更接近于登山，那就是我会花上几天，甚至是10多天的时间，只在山里行走，有时候甚至手机都没有信号，所以我是完全沉浸在自然和没有外界干扰的这样一个环境里。但是当我来了欧洲之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没有在欧洲做类似的这样很多天的徒步或者登山，所以这一次我非常的期待。我也很希望在这次徒步之后还会继续下去，然后在明年挑战更有难度的路线。那这一期我就想聊一聊我的徒步经验和经历，以及为什么我喜欢徒步。然后在我的 YouTube 视频里边，我也会加上一些我之前在登山徒步的时候拍的视频，但是那些视频并不是为了做视频用的，所以可能质量并不能够和一些专门做登山视频的博主的视频做比较。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也欢迎你去看一看当时我拍的视频。那我最近的一次徒步是在5年前，也就是2020年。当时我是去了尼泊尔的 EBC， 也就是 Everest Base Camp。而 EBC 这条路线呢，总共我记得是有14天，其中大概有11或者12天是完全在雪山里徒步的这样一种情况，中途有时候会在一些尼泊尔的村子里休息，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行走。这次徒步对我来说其实是一场考验，主要是因为时间长，10多天都在山里，以及这场徒步的海拔非常高，最高的地方大概有5600米这样。其实如果经常徒步的人也许知道，4000米海拔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坎。在4000米之前，很多人徒步或者生活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
在4000米及以上的海拔，很多人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那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些4000米海拔以上的徒步，但是我的高原反应还算好。但是这次去尼泊尔的徒步，有那么几天，我的高原反应非常的严重。那主要的症状就是头疼，但主要还是头的前部，也就是额头那一块疼。但我记得有时候，尤其是睡觉中途醒过来的时候，我会感到我的后脑勺有点疼，这其实就有一些危险了。但好在当时也只是在睡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当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呼吸会放慢，那你身体内的氧气的含量就比较低，所以睡眠时候的高原反应其实会比醒着的时候更加严重一些。但是我最严重的一次是当我们去爬一座山峰的时候，最高点大概有5600米，而且这座山峰非常的陡峭。我记得当时我走1-2步，我就需要停下来喘一口气。当我到了最顶点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想拍照片，就是坐在那里休息。当时我的高原反应的症状是有一点恶心，这也算是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但是当我下山之后，这个反应立马就消失了。虽然这一次徒步在生理上是比较有挑战的一次，但是风景也非常的好看。在中途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雪山，也可以有时候看到冰川，蓝色的冰川。那中途我们有1-2个可以看到珠穆朗玛峰的这样的观景点，那自然也是非常壮观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在这一次徒步的时候，10多天的时间里，我们一次澡都没有洗，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温度很低，那洗澡之后很容易感冒，那感冒之后在那样高的海拔下，其实就很容易得肺水肿。那如果得了肺水肿，其实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我们听从了向导的建议，那就是在10多天里边，我们一次都没有洗澡。所以当我们结束这次徒步回到现代的城市里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洗一场热水澡。当我们回到现代的城市里生活的时候，在山里的日子好像就是一场梦，因为它和我们正常的生活太不一样了，回想起来只有美好的回忆。那这样的感觉不仅仅在我去尼泊尔的 EBC 徒步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
在我走完其他徒步路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喜欢徒步？那在徒步路线里能看到的风景自然是原因之一，因为在徒步的时候，我常常去的地方都是无人区，也就是一般人可能开车或者走路比较难到达的地方，但是那样的地方往往都是风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去这样的地方徒步的时候，风景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徒步的理由。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徒步对我而言其实是冥想的方式之一。冥想的意思就是 meditation，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当我在山里徒步的时候，走路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运动。那比如说你在城市里徒步的时候，你不需要太注意脚下的路，但是在山里徒步的时候，因为它的地势比较崎岖，不是平坦的道路，所以其实我是需要分一部分注意力到我的脚下的路的。我需要注意，这里我需要小心一点，那里我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处在了一种非常关注于当下的这样一种状态里，但同时你又会有一部分的大脑的注意力给到周围的风景，比如说雪山，比如说蓝天，比如说草原或者河水等等。然后这些风景看着看着，我的大脑或者我的思绪又会飘到别的地方。有时候我是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有时候我会去想未来的事情，或者有时候我是在和自己对话，问自己一些问题。然后当我走着走着，尤其是好几天处在这样的状态下的时候，我的思绪会被清空，只是注意到脚下的路和周围的风景。然后呢，我也会听到周围的声音，比如说鸟叫，比如说河水流过的声音。那有时候因为在登山，我也会喘气，那我也会注意到自己喘气的声音，自己的心跳声。那如果我戴着耳机的话，也会听到音乐的声音。这样一种完全沉浸在当下和关注于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就是冥想。然后当我们到了营地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所谓灯光呀，或者这种人造的光源的，所以当夕阳下山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帐篷休息。我记得特别清楚，有几次当我醒过来之后，我睁开眼睛，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睁开眼睛，因为当我睁开眼之后，
眼前还是一片黑暗，和我闭上眼睛是一样的黑暗。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然后我耳边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的声音，比如说风吹在帐篷上的声音，或者马吃草的声音，或者马铃被风吹动的声音。我听着这些声音，慢慢的又逐渐的睡过去了。这种完全沉浸在自然、沉浸在当下的状态，就是我喜欢徒步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能够回归到现代生活，享受热水澡，享受好吃的热的饭菜，还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当我从自然回到现代生活里的那几天，我的幸福感又会被无限的放大。说实话，这样的过程还挺让人上瘾的。那说回我即将开始的徒步，其实只有5天，也就是说5天的时间我会在山里行走，地点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国家公园里。平均海拔的话也不是很高，大概也就是2000米左右吧。但因为我已经5年没有徒步了，所以对自己的体力也不是非常有自信。那通过这次徒步，可以让我重新建立自己的体力的自信，然后在下一次的时候走一个更长的、更有挑战性的路线。但是我最希望得到的还是一个是自然的风景，以及自己那种完全沉浸在当下的冥想的状态。你喜欢徒步吗？你有很多的徒步经验吗？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那这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